还有1个月，我就要与相恋5年的男友结婚。可此刻的我，却想出轨。预期干结，育儿化火，平时容易头疼，睡眠也不好吧？每晚都睡不着。医生，我还有救吗？他的手指甲很干净，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中草药香味。如果出轨的对象是他，也许还不错。闭上眼睛，接下来用心感受。姐姐，是我对不起你。那天我是9个多了，一不小心就给他……我错了，我真错了，我发誓就那么一次。我爱你，欣姐，我再也不会这样了。你再相信我一次，我想娶的只有你啊，欣姐。不要离我，欣姐。那阿姨还在病床等着看咱们结婚呢，欣姐。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行吗，欣姐？母亲的重病和期许，让我失去了最真的母亲，所以我想，不如我也坏一次，也许就扯平了，我跟他就能重新开始。经络堵塞是由此过重，试着丢掉那些杂乱的事情，轻装上阵。于医生，你单身吗？这个问题和让你开心的事有关吗？嗯。我单身。Don't you fade in my dream? Don't walk away. Come away with 那于医 me. 生，我想 Take me back to 睡一 your 个。 side. Coming home. 果然是欲念丛生，才导致烦躁失眠。我是认真的，睡一个，说不定我的病就好了呢。你去隔壁诊室等我。于医生，我还有一个问题，可以把你的口罩摘掉，我看一下吗？怎么说？我是个颜控，睡之前得先验货。如果不好看，那就当我没说了。所谓的验货，不过是给自己的慌乱找个借口。现在看清楚了吧？于医生，隔壁诊室见。我只会这一次。脱衣服吧。对，就这一次。我偏要爱下去，在日与月的交界，痛也成莲花似铁的誓言，心甘情愿。在这一刻，奔向你，在夜色降落之前，不问过去，只赌一个明天。
于医生，手套完了，你可以进来了。从现在开始，闭上眼睛，把你自己完全的交给我。怎么了？不是你说要睡了吗？反悔了？这一秒只想再爱着你，这世界是块冰，就让它是块冰，我可以躲进你的身体。程姐，你在干什么？李旭东，你看不出来吗？有的是男人可以做，女人也可以做。这下我们扯平了。做梦了？看来睡得不错。我睡了多久2个小时。谢谢。一会儿按照药单抓药，1周1次。来找我睡觉。于医生，你误会了。误会什么？我说的睡，不是你给的这种。欣欣，你在哪儿啊？下午给你发微信一直没回。哦，下午睡着了。我在东方酒店，这离我们结婚那天有档，你要不要过来看看？还是先不。我给阿姨看了照片，她觉得挺不错的。这会儿已经改来酒店了，就等你了。行。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ife. 我送你。不用。你刚艾灸完，要是吹了风，我今天的治疗就白做了。就送到这儿吧。不用停在门口吗？糟了，要是被他看到。怎么了？挡住，别说话。这人长得怎么这么像？
谢谢啊。你在躲人？我怕误会。误会我们俩？于医生，我先走了，下次见。芊芊啊，我刚才在一辆车上看见一个女孩，跟你长得特别像，衣服颜色都一样。是巧合吧？是吗？陈金野，要出轨的是你，你到底在欢些什么？ 哎，哎，刚才这男的也在那车上，我凑过去看的时候，正跟他女朋友亲热呢。应该是你看错了吧？我眼睛尖着呢，就是他没错。哎呀，也不知道他女朋友去哪儿了。帮我问一下11楼，谢谢。哎，对了，芊芊，你觉得这酒店怎么样啊？够不够大气啊？一会儿啊，咱们去看看那个结婚那个厅，就是布置好的那种，很大气。他和未婚夫已经到了这一步，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为这样就能熄灭，当他冷静回味轻蔑，余下的人最可怜。到了。于医生，你记得回哦，上面有我的电话。下次治疗提前约。负责配合表演，所有改变，谢谢。进入你的世界，这情节重复了100遍，相信我，才我会治好你的。是你的心太严。刘先生，要是场地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要付定金订场地哦。妈，你觉得这里怎么样？没出息，这么着急就喊上妈了，怕是啊，太想娶亲爷进门了。哎呀，这俩孩子在一起都5年了，我早就把旭东当成亲儿子看了。那我们更不能委屈心意了，一定把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那个厅这么大，我也再加武装。哦呦，李太太有好老公又有2家头，你可真有福气哎！哎，看看。张琪，相信我，我会治好。我真的能被治好吗？芊芊，芊芊，啊，你觉得怎么样啊？要不然定下来。我
这里挺好的，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再看一下。你们结婚那天日子很大，再不定下，我怕连这个都没了。是啊，青爷，你要是对这个酒店的装饰不满意，咱们可以加点钱改一下。现在的酒店确实不好定啊。妈，阿姨，我觉得结婚毕竟是人生大事嘛，我能理解你们的着急，但是我也不想留下遗憾。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酒店，不如就把婚期往后延一下。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是认真的。之前不是还说明年夏天有个日子还不错吗？况且，有的事情将就过了，有的事情就不能再将就。你说是吧？啊，是。既然青青不满意的话，咱们就再看看其他酒店吧。实在不行，草坪婚礼也可以。爸妈，这婚礼的事儿啊，还是得听我跟青青的啊。叔叔阿姨，妈，今天辛苦你们跑一趟了，我还有事就先走了。青爷，于医生，你给我的药我不会煎，可以请你代劳一下吗？好。度过夏季，太不公平。你轻轻对我说一句，我很爱你，不让我忘记。Yesterday I am not what I was, full of scars in my heart until I saw firework。 当你倾听我困惑，填满我心中缺口，我寂寞的诅咒。关于你毫无犹豫，在华丽的翅膀我都不。感觉煎药也不是很难吗？熬中药需要火候，不能太过，也不能太少。最好的选择，你最好都要带煎服。也就是说，以后每天我都需要来找你拿一次药。我要是有空的话，也可以给你送。小心烫。说了那么多都没用，只想亲口听你说你。于医生，你什么意思啊？别再装傻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什么？只要我往前走一步，你就会往后退一步。要我明说吗？你拒绝了我，却给我留下电话，让我随时联系。我说睡一个，你给我燃香按摩。是。你明知道我有未婚夫，还开车送我，为我治病。车小姐，更正一下，是你约的我。对，是我约的你，但你一边拒绝，一边在留余地。于医生，老实说，你不想跟我发生点什么吗？
中的月色比窗外更暧昧。当你拨开我最后那你想要的是不是这个？如果你怀抱，回答我，你要的是不是这个？这里是中医馆。你还知道啊？这里是我工作的地方，我很尊重我的职业。程小姐，请你也尊重他。我现在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你不仅是心神涣散，更是阴虚火旺。什么意思啊？你还不知道什么叫欲念丛生吗？什么欲念丛生啊？程清，男女之间那种事情，不能因为是念。那要是因为什么？想，发自内心的想。于医生，你在吗？时间不早了，我要走了。你干嘛？于医生，你在吗？我大门了。我在。您先下班吧，一会儿我来锁门。啊，好嘞。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所以，如果我回答你说我是发自内心的想和你，你就会答应我吗？除了我，你还在找别人？不然呢？毕竟你一直在拒绝我，就像你说的欲念丛生，我总该找个人泄泄火吧。人的心脏需要不停的舒张、收缩，人的心中藏着一滴血，那一滴血，记得就是心神。程清，你需要的不是灭火，而是找回自己的心神。你愤怒、紧张、猜忌，彻夜难眠，甚至在用最极端的方式找回存在感。那根本就不是怨我，是你的身体、你的心在想尽一切办法找回自己的心神。我怎么找回来啊？盆着就苦，有甜的路不走，为什么非要让我吃苦？相信我，你记住的不会苦。 你骗我！ 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 我没骗你，苦尽甘来，你记住的只会有甜味。 Lost in the dark. Every shadow fades away. 芊芊，你在吗？
有人在吗？那怎么办？青姐，你在吗？有人在吗？我不能出去。别怕，跟我走。谢谢。等等，别跑，就从这里到正门去，就说路过，正好过来问煎药的事。我是你的医生，仅此而已。他说的对，仅此而已。你有事吗？这里已经下班了。程心也在里边吗？他在吧？这手机定位显示他就在这儿。旭东，你怎么在这儿？我去学校接你，你同事说你没去加班，电话你不接。哦，我应该是手机开静音了，没有听到。唉，最近睡眠不太好，所以来中医馆看看。那走吧。嗯。哎，刚才那男的看着有点眼熟啊。青姐，那是谁啊？谁？就那小子。哦，你是说于医生啊？医生？就刚才那小子。嗯，他是中医馆的医生。哎呀，这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啊！你要是想调理身体，那应该找个老中医啊，找个年轻人能看出来什么呀？说正事儿吧。啊，是这样，昨天晚上你走了以后呀，父母跟阿姨我都安抚好了，但是咱们结婚的场地呢，还是应该多看看，赶紧定下来。那总不能婚礼真的推迟了，是吧？好。程青野，你匹配附近的人我看到了。如果你非要用这样的方式才解开心结的话，代替属于我的珍贵，曾经被羡慕的一对，别找别人，再见我们要多惭只找我。于搜，你真的是我的药吗？明天别忘了来拿药，好好休息。还有，我是认真的，答应我，只找我。大中午的突然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哎，你看，
这个是给旭东爸爸护肝的，这是给他妈妈补血的。上一次让他们空跑一趟，怪不好意思的。你给他们送去，好好说说啊。妈，你别光想着人家，你自己的身体呢？马上就成一家人了。你就这么想把我嫁出去？说什么呢？妈，我好像不是为了自己去结的婚，而是为了满足您，为了不浪费那5年的时间，为了吕家送出去摆酒席的钱，为了年纪大了没人要了才结的婚。青野，你到底怎么了？我不想结婚了。胡闹！妈，你知道吗？吕旭东他出轨了。什么？他出轨了？妈，我只是猜测，您别激动。旭东他应该是个好孩子，你们2个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他肯定不会像你爸爸那样的，只要你们2个一起用心，组建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比什么都强。妈，有时候我真的很想像你一样，好好哭一下。青野，答应妈妈，按时跟旭东结婚，好吗？你上哪儿啊？欲借花火，欲阻经络，不通则通。疼，就喊出来。我能忍。程清远，你的病根不是失眠，不是瘀阻，是你太能忍了。有些情绪就应该发泄出来。I'm just laying on the floor again. 现在的 Can't 你 be bothered to get up 才是真正的 I wouldn't care if I never get up again. I don't want to. Dancing with my phone. 快接出来了，好些了吗？好多了。哦，对了，把手机给我。啊，你的未婚夫在你手机里面装了定位，上次也是因为这个来的中医馆。那请问于医生，你现在是在做什么？我和你，难道不是只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你删掉定位，
反而我们像是在偷袭。确实，这里的确挺适合。偷情。怎么了？我好像看到他了。大姐，看什么看？骚气！程清野，你还是很在意他，是吗？你还是很在意他，是吗？明明是他出轨，他犯错，可是受惩罚的人却是我。我就像个疯子。你别这么说。对，我也并不无辜。以为这样就能幸免，当他冷静回味就灭。我一直在利用你，利用你的诊室休息，利用你的医术治好自己，还利用你去报复他，去证明我自己的魅力。我一直在逃避，是我自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病人，变成了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被拯救的角色，还理直气壮地拉你下水。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心甘情愿地被你利用？郑清远，我说过，我对你没有任何要求，我只想治好你。我可以做一切。别走！你说什么？我说，我不想你走。然后呢？我不想这样了。凭什么别人可以出轨，可以去找快活，而我只能变疯自己？我要你，我现在就Don't you fade in my dream? Don't walk away. Come away with me. Take me back to your side. Come and hold me tonight. You let me on in my dream. I'm falling down. I'm falling into you. Night and day. 你为什么不躲？为什么不推开我？我不会躲。我早就说过，我要你选择我。你凭什么不推开我？你是医生，你就该治你的病，站你的这，你管我情绪苦不苦？
我一个人困在寒冷的冬，眼泪冰封，情绪都失控，破碎的梦该有多痛。哭到沙哑，让这遗憾化作大雪落下，一层一层冻结回忆，我还在想他。听太多的谎话，躲在夜里挣扎，救救我吧！雪停以后别再见面，忘了吧。对不起，对不起，我疯了。现在好些了吗？哭吧，想哭就哭出来，无论你想做什么，放心大胆的去做，我会等你发自内心的选择我。I got a crush on my mind. Loving you 好了， is like 我今天的任务总算完成了。今天情绪都发泄出来了，应该能睡个好觉。于松，啊，今天是我的生日，谢谢你提前给我过生日。 If you should call me back again, ask if I still 这个生日 the best 很特别。 I do, even from miles away.第二次，这是第二次。我知道，我不该来。却还是来了。一小会儿，我就想待一小会儿。陈老师，是洋洋呀。哥哥，你在哪一层？哦，5层。再见。再见。我Can you feel it? My soul, my way. 看来我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勇敢。说爱太沉重，说喜欢又太轻松。亲，我想和你在一起。在寂寞
향수 향 하여 가는지 따라줄 듯 거친生日快乐，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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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Surprise！ 青叶姐，生日快乐！哎呀，昨天本来过完12点就打算给你庆祝来着，但你说你要加班，来，这蛋糕和酒水可都准备好了，今天必须给我媳妇儿好好过个生日。走，走。媳妇儿，我好爱你。青爷，生日快乐！妈妈希望你再好好考虑一下结婚的事情。这段时间我去医院检查身体，全是旭东陪着我。他真的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说爱太沉重，说喜欢你太轻松。青叶，我想和你在一起。一边是更适合的怦然心动，一边是5年的一往情深，我该怎么选？我们见面聊聊吧。静静，我朋友推荐了一家婚纱店，我约了时间，咱们一块儿去看看。你不会怪我没有提前告诉你吧？我想着咱们着急结婚嘛。阿姨上次之后，据说身体很不好，又去医院复查了。我想着咱们要是拍些婚纱照片给她看，或许能让她放宽心点。嗯，哎，走吧。程小姐，这是本店的高定款礼服，采用的花苞式设计花摆，看看您喜欢吗？还有这边，喜欢这款吗，程小姐？喜欢可以上身试一下。程小姐，您先看看效果，有需要调整的话随时叫我。好，谢谢。好嘞。今天来不及了，改天再见吧。程小姐，需要帮忙吗？不用，我自己处理一下，很快的。哦，好的，有事您随时叫我。
雨松，我们就到这里吧。治疗结束了，我不需要了。对不起，是我越界了。过了多久？有些事总是能够一眼就看到尽头，比如这一首。你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接近别描写太多，我决定结婚，和吕旭东好好在一起。所以。所以我们不能在一起，不能再联系，不能再见面。这对你我都好。心痛或心动，再次定格。秦爷，我换好了，你好了没？秦野，我帮你啊。这身很漂亮啊！啊，程小姐好美啊！哎，媳妇儿真给我长脸啊，这身啊！你觉得我这身怎么样？青青，感觉我这身怎么样？挺好的，是吗？那就定了吧。啊，好嘞。昨天是我考虑不周，猫舍，对不起。我不会为难你，这是最后一次治疗，做完，你我两清，不再联系。真的没必要了。就当是为了我。我给病人看病，喜欢有始有终。玉洁，赶起不说，对不起门学。思虑过度，心绪好烧，对有神门学，恐惧不定，气乱于中。按内观，在睡不着的时候，就揉揉这里。你穿婚纱的样子，和我梦里见到的一样。
程清言，联系方式我是不会删的。遗忘的街角，你可以当我不存在，依着你就好。但万一你觉得你的选择做错了，或者走得特别难受，我就站在原地，哪怕你只是勾一勾手指，我就会10步、100步的朝你喷过来。情绪牵引着放任，因痛故事在上演。最后伪装的沉默，只是怕再次错过，固执等待把过往藏在角落。耳边花香在蛊惑，想念渲染斑驳。进入瞳孔，找寻承诺。原来一辈子，它真的很遥远。抵达一辈子的时候，你不在。我会好好待在自己的选择里。我们就到这里吧。小心，小心，慢一点。是同事，只是应酬而已。听窗外的风在不安翻涌，演绎悲伤故事到最终。别再联系了，求求你了。自我感动，道理都懂，还深陷其中。我一个人困在寒冷的冬，眼泪冰封，情绪都失控。破碎的梦，该有多痛？哭到沙哑，让这遗憾化作大雪落下，一层一层冻结回忆，我还在想他。听太多的谎话，躲在夜里程清言，光明正大的接受祝福，走对的路，努力幸福。程小姐，陶心小姐没来对流程，半天没见到她了。清言，我以为再也接不到你的电话了。你说
喝完苦药，日子会变甜是骗人的，苦尽不会甘来。而我现在也才终于明白，有的事情是可以靠治疗解决的，但是有的事情只能靠我自己解决。青言，我会一直陪着你。打扰了。对不起，玉松，我不该那么说你。以前我是在以错纠错，现在我是在自欺欺人，我才是最大的骗子。不要再忍下去了，我不要再忍下去了，我不要再忍下去了。咦？仪式快开始了吧？找你半天了。对对对，我就是在找手机呢，我以为落屋里了。那走吧，赶紧下去啊。程启言，你站住！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程青言，你到底在哪儿？没事吧？程青言，你要干嘛呀？我天天就对着你这张死脸，也不说到底结不结这婚。我找个备胎怎么了啊？我在外面挣钱养家累的跟条狗似的，我找个备胎有错吗？啊？你他妈笑什么？你看看你，天天顶着这张死脸，在床上跟个木头一样。我他妈也是个男人，我也需要热情啊！是你先冷着对我的。是你把我往外推的，那是你没本事，留着这个男人，留着这个男人，留着这个男人。赶紧收拾一下，下楼，别耽误婚礼。这
怎么回事啊？对呀，这怎么还不来？怎么回事？新人需要团餐准备，仪式即将。这个谁呀？小心点！我真是个笑话。程青言，你那么坚定的推开我，是为了今天要我可怜你吗？从前的你不是这样的。给不了保护费，你就去死吧！毛都没长齐，在这学什么社会人啊？弟弟别怕，不用跑。有我给你撑腰，你给我打回去！你谁啊？我是谁？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海天大学霸王花。怎么，没听过姐姐名号？如果可以。从前我被别人欺负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不用逃，别害怕。今天我把这句话还给你，程青言，不用逃，我会一直站在你的身后，为你撑腰。怎么回事啊？这是？对呀，怎么回事？这怎么还不来？这都等好久了。是啊。让各位久等了，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新娘程青野小姐。来了就好，来了冲去了。真好。我就知道你会乖乖出现。我哪儿都不去，会一直站在你的身后，为你撑腰。这一次，你给我打回去。程青言，你敢打我？这巴掌，我早该还给你了。
这婚还结了，吵架了？怎么回事？各位亲友，欢迎到场。我的未婚夫吕旭东多次出轨，这个婚我不结了。怎么会是这样的？就是啊，怎么这样？程琪，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证据呢5年，我用了5年才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你不过是一个虚伪、撒谎成瘾的混蛋。姐，我就当你是婚前焦虑疑神疑鬼啊！我吕旭东可是众所周知的好男人呐，我要是出轨，天打雷劈。够了，吕旭东，你给我听好了，我不嫁了，我不嫁了。我就说结不了，不嫁了？好啊，你真当自己是什么香饽饽呢？你程青野，一个大龄剩女，除了我谁还要你啊？他怎么是虚东是说什么话？这是别紧张，别紧张。这5年来，房子是我们家买的，车子是我们家买的，婚礼钱都是我们家掏的。你呢？你会应酬吗？你会挣钱吗？你除了能交几个别人家的小感情之外，你还能干什么？房子是在你的名下，但家是我在维系。车是你的面子，酒席是你的排场，你吕旭东只在意风光。你说的对，我只是一个幼教，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女人。我不会赚钱，不会应酬，更不会人前装深情，人后当畜生。你再说一遍。吕旭东，这5年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深情错付，把好好的一段感情变得一地鸡毛。但我突然感觉很庆幸，幸好我没有怀你的孩子。今天我站在这里，只想告诉你，我程青野不要你了。结不了，这样不能我。打人呢还要动手？这怎么又来一个？这谁啊？这还是结婚吗？这样子吧。住手！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那中医馆的医生啊！怎么，想学人家英雄救美啊？我只是没想到，吕先生竟然要当着大家的面动手打女人。家务事而已，你问问他，这5年来吃我的喝我的花光了我多少钱啊！现在翅膀硬了，想单飞了。放任一个捞女，没道理吧？旭东，你闭嘴！对，我的确是大龄剩女，我没本事，但是5年真心被说成是一场买卖，我不允许。不是买卖那是什么？你要不是看上我们的家世和财力，怎么会一直忍到现在？你怎么不找一个没车没房的穷小子？我们的事情跟于医生没有关系。看来那女的就是图钱啊！就是钱多就能骗人都不是啥好东西。房子就不是。程新野，你快醒醒吧！除了我，谁还接你这个盘啊？哎，我愿意。我愿意，我不接谁的盘，我要的就是这个没什么本事的幼儿园教师，就是这个让自己受了5年委屈，今天终于敢为自己活一次的程青野。你不用立马回答我，
但我求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治好你，陪你重新开始，然后我们一起走下去，好吗？是好归宿，终于摆脱渣男了。是，这是怎么回事啊？那让我们用掌声祝福这对新人幸福美满。这是我的婚礼，快走吧！哎，笑。哼！怎么会这样？音乐起！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不用，这老太太怎么打？有人倒了，快点救护车呀！搭把手啊！妈，你没事吧？快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阿姨，是胸口刺痛，喘不上气吗？我妈有心脏病，高血压。大家散开！保持空气流通。我不退。你去看酒店有没有氧气袋。好。你去打电话叫救护车，在门口等着接。元华，跟着我这样，拍打阿姨的肘窝，我先从左边。你一直坐着。快点！不是你这个破中医行不行啊？有什么事你负责啊！还是等救护车吧。来了，救护车来了！我好多了，舒服多了。行了。阿姨，您别担心啊，我们这就带你去医院。混账东西，脸都让你丢尽了！哼！别怪你爸动手，旭东，你也太沉不住气了。婚宴让个女人搞成这样，妈你，我说错了吗？你让他台上风完台下风，现在可好，他母亲直接躺下了。我早就跟你说过，程青野他小家子气，心思多，让你好好管着他，这下可好。妈，行了，不要再说了。我是绝对不会放过程青野的。阿姨都已经安顿好了，你就放心吧。是我不好，不该在这么多人面前闹。你该不会是后悔了吧？后悔什么？后悔逃婚，还是让你英雄救美？于颂，谢谢你。不管说多少谢谢，都表达不了我对你的感激。这都是我该做的。那我就先回医馆了，晚点再说。嗯。你怎么来了？程青野，你他妈老实告诉我，是不是早就跟那个小白脸搞到一起了？够了，李旭东，你自己是这样龌龊的人，并不代表我就是这样的人。从今往后，跟你吕旭东有关的一切我都不要了，我们之间一刀两断，以后也不要再来找我。心虚了是吧？啊，婚礼上那么硬气，死活都要跟我掰了，是不是都是因为有了那个小白脸？我没必要跟你说这么多，也没必要跟你解释，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关系了。程青野，你把我当什么了？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吗？啊，你凭什么你？我放开！吕先生，请自重。果然是你啊，阴魂不散了是吧？你算个什么东西，也别管我们的事儿啊！下去。雨松，雨松，你装什么装啊？啊，我都没用多大劲儿。雨松，雨松，你没事吧？雨松，雨松，你没事吧？你别吓我。行啊，你们给我等着。雨松，你醒醒，你不要吓我，雨松，坚持着。哎呀！哎呀！来，哎呀！哎呀，不行，烫死我了！难受啊！哼，怎么会有人受伤还会自己找枕头啊？我就是觉得，觉得这个高度现在舒服多了。哦，疼吗？哎，疼！哦，疼，很疼。不是这里，是这里。他过来找你，说你，欺负你，这里都会疼。你在婚礼的台上，明明很害怕，却把腰板挺得直直的。在阿姨昏倒的时候，你又惊慌又无助的样子，都让我觉得疼。我一直告诉自己，要成熟一点，稳妥一点，不要给你压力，不要成为你的负担。你怎么会是我的负担呢？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你才是更成熟妥帖、没有坏情绪的那个。那只是我比较擅长哄自己而已。玉颂，别急，慢慢来。玉颂，他现在需要的是支持，不是你的占有欲。玉颂，你要变得更优秀，才能够站在他的身边。傻瓜，谁要你哄自己了？那你哄我。好了，别动。当你倾听我困惑，填满我心中缺口。就这样结束了？我还没……我现在感觉好多了。我把东西放原处。
我来就行，你也不知道该放哪。哦，那我把窗户关上去，今天风太大了，容易受寒。啊，窗户不是关着的吗？哦，啊是啊。那我今晚准备留下。啊？青野，你今天的情绪起伏太大了，从婚礼现场到阿姨送医，再到吕旭东刚才那么一闹，你自己被吓到了，可能都不知道。啊？是吗？是啊，你嘴唇都是冰的。惊则气乱，狂则气下。我要是在的话，你晚上就不再怕失眠噩梦了，可以吗？让我今晚守在这里。沙发可以吗？可以啊，你不用管我，我在这里守着，吕旭东就不敢来骚扰你了。我才不怕吕旭东呢，我是怕我自己。怕你自己？什么？我是怕我自己教坏了你。那你试试看啊。Just another day that's worth the trade. And it's the noise a rush by for rush. I need to fix my time. I need to feel alive. The heart's and the heartbeat. Where the dreams are so close, yes sir, yes so far west. All these days melting, but still we find the way. 妈，这医生虽然说让您出院了，但是你还是得定期检查，注意着点啊。你还愿意叫我一声妈？当然了。这婚礼上闹成那样，我也很难过。但更让我难过的是，这青爷怎么一点不顾及你的身体嘛？哎呀，你们俩之间的问题也不是1天2天了。哎，我们在一起都5年了，那有点问题很正常嘛。那有问题我们应该解决问题，而不是应该解决掉我嘛。哎呀，旭东，其实呢，我也不是怪秦爷，主要还是姓玉那小子。那是他愚弄了秦爷。阿姨，到底是谁在出轨？你上楼看一看就知道了。啊？你是个傻孩子。妈，你怎么自己跑回来了？哎，就你一个人在家呀？啊，哎，那个妈，你还没说你怎么突然一个人回来了？你身体咋样？我没事儿，其实昨天医生就说就可以回家的。是吕旭东把我送回来的。怎么是他呀？妈，你不会是来替他说话的吧？哎呀，婚礼上的事儿，妈心里有数。他竟然说你是捞女，说咱们家偷他家的财产，他把我女儿说成什么人了？他把咱家说成什么人家了？
妈，你别听他血口喷人，是我糊涂，识人不会，让你丢脸了，还让你难受的都进医院了。都说妈不好，是妈糊涂。妈总以为人无完人，忍一忍就过去了。哎呀，让你受委屈了，妈以后再也不逼你了啊。傻孩子，哭什么？离开渣男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儿。现在想吃什么，妈去给你做，你就继续赖床吧。我去看看家里还有什么啊。妈，不用。好险啊！是啊，还好我反应快。哎，青爷，想不想吃排骨？我做了糖醋小排，准备2个小菜，好不好？青爷，你还想吃点什么？你，哎，你怎么不睡了？不早了，也该起来了。你要是不睡了，正好我有件事情想问问你。什么事儿啊？那个吕旭东说你和于颂出轨了，是真的吗？妈，有些事情我不想瞒您。我对于颂有感激，有感情，这个事我不否认。但是吕旭东是在泼脏水，是在污蔑我。你要相信我，也要相信于颂。他虽然年纪小，但却是个正人君子，他不会做那种趁人之危的事。我想这一刻，于颂给我的是尊重，是引导。这是我工作的地方，我很尊重我的职业，是实实在在的守护和爱。他看得见我的委屈，也能恰好的治愈我。你想哭就哭出来。哎呀，妈不是不相信你，只是，哎呀，我就实话说了吧。那个吕旭东说，那个于颂就在一个小破中医馆里做实习大夫，他浑身上下就那么一辆破车值钱。一个男孩子一点物质基础没有，年纪还那么小，这万一他哪天变了心思，你可怎么办呀？妈，于颂可能没什么积蓄，但是他有医术啊，治病救人，这本来就是慢慢积累的事。至于他的人品和担当，妈，是谁救的您？是谁给咱们安排的病房？又是谁做了好事却默不作声？哎呀，你说的也在理，可是妈，真担心你以后再受委屈怎么办啊？哎呀，我不会再让自己受委屈的。我要的另一半一定要是个知冷知热，品行端正，能够和我互相扶持的贴心的人，要对我好，也要对您好。妈，这次你相信我，好吗？相信，妈肯定相信。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数了。只是你们俩这个关系，现在到底……什么声音？糟了，不要！哎妈，那个，阳台上那个总阀门，物业上次说，它有点漏水，你要不去看看？别再淹了。好，我去看看啊。去吧。
哎，对了，妈，我饿了，我现在就想吃那个糖醋小白。好，知道了，我这就去做。哎，好险啊！原来你这么喜欢我。我哪里喜欢你？放手！我就不放呢。那你就配不上正人君子这个头衔了。配不上正好，刚好配你。我还没问你什么时候进来的。是你一直在叫我的名字。不许说。只想亲口听你说你喜欢我。多梦也是问题。都忙什么？只想好好喜欢你，不想和你保持一段。要小声一点。Maybe it was all for love or pretending， 瞥过熟悉的背影，才发现你存在于我的潜意识里，怎么都没让我的心不得坚定，说着我们被一条爱情，这认真你在你的眼里，你的身黑爷，你还想吃点什么？西红柿。躲起来，趴下，趴下，快！妈，哦，您是不是要去买菜？我陪你，我们去挑点新鲜的。家里的菜都够。我是想问问于医生，还想吃点什么？于医生，别客气，来吧，尝尝。哦，尝尝。谢谢阿姨。快吃。听青野说你在中医馆上班啊？哦，是。年纪轻轻有治病救人，家里是中医世家。哦，家父原来是中医，我学艺不精，还在不断精进。你父母都不在了？妈，没事。我家母还健在，只不过是父亲去世的比较早。那你母亲对你在中医馆上班和找对象啥的有什么想法？还有对你未来的规划有什么要求啊？妈，我还想再喝碗汤。自己盛，我在问于医生话呢。阿姨，我母亲她是一个事业型的人，她比较尊重我的选择。中医是我从小到大的理想，也是我的自立之本。至于婚姻规划，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和青爷在一起，一生2人3餐4季，我觉得平平淡淡的就已经很幸福了。妈，饭都凉了。这个你们俩拿去。妈，你这是干什么？这钱虽然不多，买辆新车应该是够了。买车？我出钱给你换辆像样的新车，多余的钱你们2个再去买几件新衣服，穿的像样一点。妈，我俩穿的哪里不像样子了？小鱼，丈夫的容貌，妻子的荣耀，你听阿姨的，把自己好好打扮一下，
打扮的越帅越好。哦，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喂，旭东啊，事情的来龙去脉我都搞清楚了，我觉得咱们两家有必要坐在一起好好聊一聊。对，有些事情啊，当面说清楚。一定是程青野出轨，他们理亏才约在这块和谈的。这个媳妇儿，我不要也罢，但是得把我们吕家的脸给找回来。爸妈，你们放心吧，我会让程青野跪着给我们认错道歉的。哼！哎，好像就这间。大家都落座吧，今天我做东，咱们好好聊一聊。青野，你总算露面了。婚礼上闹那么一出，你知道让我们家丢了多大的人？旭东，既然今天坐在这儿，就是想把很多的事情理理清楚，丢脸不丢脸，还得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程青野，这不是我们吕家送的钻石项链吗？婚都没结成，还有脸拿着我们吕家的东西？怎么是舍不得，还是指望着靠这点念想挽回旭东？这项链，我们吕家送出去的东西，不是给白眼狼撑门面的。既然不想嫁进我们家，那就赶紧把东西退回来。急什么？项链就在这儿，但是有些话，有些账，咱们今天必须摆在桌面上说清楚。这5年，我女儿是怎么过的？你们吕家是怎么对待我女儿的？还有婚礼上那一桩桩一件件，咱们今天就一次性算个明白。等算明白了，该还的一样都不会少。算账，好啊，我倒想听听你们程家有什么账可算。巧了，我退休之前一直在国企做财务工作，做了30多年的会计。别的不敢说，算账嘛，我是最擅长。阿姨，那您是要跟我们算感情账啊，还是算钱账啊？这感情上是程青野先对不起我的，这钱嘛，他1个月可就3000块钱的工资。你错了，旭东。第一，在感情上，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轨。酒店浴室那位陶小姐，你不会让我帮你再回忆一下吧？监控录像全都拍下来了，幸好我们存了一份。这第二，钱的事儿，咱们一笔一笔的算清楚。这套婚房产权是你们吕家的，没错。但是去年翻新装修，一共花了18万7，都是我们青野自己的积蓄拿的。这些转账记录还有发票都在这儿，还有那辆车，名字是写的你吕旭东。青野不会开车，但是他每个月从他的工资里给你转账还车贷，这些都是银行1年的流水账，你仔细看清楚了。那又怎样？他自己愿意给的。是我愿意的，因为我以为我们是一家人。至于你说的那3000块，那是我们青野每个月定期存款的数额。他的工资除了刚才说的，还要贴补你们的家用，给双方父母买礼物和补品。这5年，我女儿没有沾过你们吕家1分钱的便宜。
反而倒贴了自己的积蓄，赔上了青春，还有他对婚姻所有的信任。我知道，他只想让我放心，想让我知道他过得很好，很幸福。说了这么多，不就想说明他付出的多吗？啊，那都是他自愿的呀，没人逼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自愿倒贴。哈，现在回过头来算这笔账了，有意思吗？你干什么？这杯是我替我女儿泼的，现在账算完了，可以说说怎么还？等等，你说算完就算完，觉得我们吕家好欺负是吧？泼杯茶就想把脏水全泼回来？我告诉你，账不是这么算的。这5年，你女儿是怎么对我儿子的？整天冷着张脸，话都不愿多说。我儿子在外边应酬，累死累活，回到家连口热乎气儿都没有。他出去找点温暖怎么了？情有可原。就算旭东有错，你程青野也不该在婚礼上发疯。酒店酒席婚庆，你知道我们家赔了多少钱？更重要的是脸面。老吕是医院副院长，现在全院都在看我们笑话，这损失你们赔得起吗？再说了，你就干净了，婚礼前就跟那小医生厮混在一起，找刺激偷吃，当大家不知道，我们旭东戴着绿帽子都戴到婚礼舞台上了。我总算明白了，难怪你从来都不懂，细水长流的陪伴比一时激情更珍贵，不懂坦诚比谎言更需要勇气，更不懂家不是谁付出的多，谁就有罪。青野，你们全家早就习惯了用一层层的面子，用都是别人的错来掩饰内里的不堪和虚伪。你们是这么假惺惺的一家子，要求所有人来陪你们演戏。我不想演了，这顶绿帽子，你们吕家自己留着戴吧。够了！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程青野，你母亲独自带着你长大，缺乏完整的家庭教养，养成这种刁钻、爱占便宜的习性，我可以理解。吕副院长，请你说话放尊重一些。我能听到现在，已经是对你们母女最大的尊重了。我们吕家是有风度、有涵养的家庭，我本人也是个有地位的人。今天，请你们在这里重伤我们，我和我的家人可以既往不咎。青野，你只要跪下来，在我旭东面前诚恳的道个歉，这事咱们两家就算扯平了。吕旭东虚伪、爱撒谎，做错事情就把所有责任往别人身上推的毛病，原来不是学的，是遗传啊！你们吕家还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程青野，是，我是没有父亲的陪伴长大，但是我的妈妈用她的一言一行告诉我，人穷不能志短，心歪才是真穷。她把我教导成了一个自尊自爱的人，这比任何一个体面的工作和虚假的内涵都要更珍贵。这项链我不稀罕，本来就是要还给你们的。吕副院长，从今天起，程家不会没有男人撑腰，因为有我在。于颂，哎，你穿成这样是要演哪出啊？谁不知道你就是个中医馆的医生啊？都比脸都干净，穿的人模人样的就以为能充门面了？笑！吕先生，既然你说到门面，
你送青野的那条项链，我不用找专业的鉴定就能知道，那不过就是品质稍微好一点的锆石而已。你不会不知道吧？吕副院长，你们一家3口逼着青叶母女还一条意义非凡的假项链，这做派是否符合您的身份啊？你胡说些什么你？就算是，也比你这个绣花枕头强多了吧？你能拿出什么啊？空口白牙在这装深情吗？吕旭东，你青叶，我今天来不是来吵架的。小时候我常听我爸说，欲养人，更养神。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并不简单如呼吸。这鱼跟了我20年，你真的守的就是心神安宁。我今天把它送给你，这个鱼可能不值什么钱，但是它能护着你，不心慌，不失眠。就一块破石头，玉松，你也就这点寒酸本事了。这个是远之堂的钥匙，你先留着备用。这个是新车钥匙，车就停在酒店门口，一出门就能认出它。可是我不会开车。我知道，但是我会教你，我陪着你。这些呢，就是新房的门禁卡。这个3居并不大，但是好在离你的幼儿园比较近，你上下班方便。这个是我家的老别墅，环境比较好，还可以把妈妈接过去一起住。最后这个是毛坯别墅，可以根据你喜欢的装修风格一起装修。我说过要给你未来，从来不是空话。你的心神用这块玉来守，你的未来就用这些来铺路。程青叶，你再也不是默默忍受自己委屈那个人了。你的身心由我负责照顾。这是荒谬，荒唐！你们呀，少得意，咱们没完。什么德行？于医生，这台词背了多久？还有这些，你准备的也太齐全了吧？哎呀，小鱼啊，你刚才那个气势，把阿姨都给镇住了。你演的还真像那么回事呢。阿姨，青叶，我没呀。少爷，车已经按照您之前的交代布置完了，您看是否还需要调整一下？还呀？哎，你赶紧让人把那些菜花呀，还有气球，赶紧撤了。这车谁的？是我们酒店家老板的。老板家？难道你们老板叫玉松？吕旭东，你干嘛？程青野，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知道什么？你藏得真够深呐！你把话说清楚。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个姓玉的不是什么穷光蛋，而是个深藏不露的富二代？难道吕旭东真的被于松的演技骗了？是又怎么样？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于颂是你惹不起的人，就拜托你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我惹不起啊！我得不到的，谁都别想轻易得到。吕旭东，你疯了！青野，你在里面吗？青野，是你在里面吗？青野，回答我，是不是在里面？青野，你现在就开门出去啊，让那个了不起的于医生看看咱们在里面有多快活。吕旭东，你好恶心！再说了，你身上我哪儿没见过呀？你喜欢什么样，讨厌什么样，我可比他清楚的多啊。玉颂啊，哎呀，你来的真不是时候啊！于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他。不用说了。我说的不用解释，不是对你，我是在跟你说话。你放什么狠话呀？手下败将！这一拳是打你贬损欺辱青野，第二拳是打你出轨伤害青野，这一拳是打你刺激青野妈妈出院，这一拳我先留着，就打你不知悔改的纠缠。李旭东，我警告你，以后你要是再出现在他的面前，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听清楚没有？这小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能打了？程杰，你你好，请问有医疗包吗？确保吕旭东那个人今后不会出现在这里。知道了，少爷。哦，对了，今天的事别让我妈知道啊。好的。还好我妈回去的早，要是她看到你俩打架，肯定冲上去拼命。手拿来。不用吧？拿来。等一下。奖励你的。英雄救美。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奖励啊？啊？没想到你做戏做全套，连车都租了。你真没想过我是个富二代啊？此等美事，我还是留在梦里实现吧。而且，我又没想过图你钱。那你图我什么？今天打了胜仗，走，我们回家。好，回家。于颂，
我是图你太严谨细致，这就是你说的帮朋友看着的家。啊，要是能在这样的家里睡到自然醒，哪怕只有1天，我也会幸福死的吧。那还愣着干什么呀？快进去吧。嗯。哇塞，这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房，还说奖励你，这分明是对我的奖励。这么喜欢啊？我还怕装修的旧，你会嫌弃。夫人回来了。少爷回来了吗？夫人，少爷他车在，人不知道去哪了。是吗？门口那辆车是他的？他终于肯把那辆小破车给换掉了。这孩子，之前说要一心研究中医，非要低调生活。我去看看，他千挑万选，选了辆什么样的？阿姨刚刚说的破车，是你之前那辆剁椒鱼头？啊，对啊。啊，不对。哎呀，这世上这么多小破车，和我有什么关系啊？阿姨还说，她的儿子喜欢研究中医。是啊，我朋友也喜欢研究中医。于医生，你还挺能编啊。我没有。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要瞒你的。青野，你别生气了。我没生气，我开心还来不及呢。你说，我不会是在做梦吧？认清了一个渣男，摆脱了一段让我内耗的感情，但是呢，让我遇到了理解我、体贴我的你。男朋友豪宅配豪车，还跟我说刷我的卡，这是什么爽文人生啊！你真是吓死我了，我刚刚还以为你不要我了。我不会不要你。Don't you fade in my dream, don't walk away, come away with me, take me back to your side, come and hold me tonight, you let me on in my dream. I'm falling down, I'm falling into you. Night and day, you're in my head, I need you now. Don't you say goodbye, you're the one that's always on my mind. Oh, can't you see I'm on my knees, just take my heart. Set me free, I'm looking out for you. Are you just a fantasy or a reality? Set me free, I'm looking out for you. You're the one I need, remember that to save me. Don't you fade in my dream, don't walk away, come away with me, take me back to your side, come and hold me tonight, you lead me on in my dream. 青野，
可以吗？这就是我的答案。Falling deep in your eyes, holding moment in time, you leave me out. 儿子，你在屋里呢？啊，我在，我刚洗完澡，我在穿衣服呢。我知道，我给你切了水果放在外面了，你出来的时候记得吃。哦，知道了。你这是叫丑媳妇儿怕见公婆？我也不知道为啥，刚刚那一瞬间突然感觉特别紧张，就想找个地方躲起来。程姐，这么看来，你也比我强不到哪儿去嘛。走吧，大大方方的出去，跟我妈好好见一下。于颂，这一条围巾不像是你的东西啊。那你觉得这个围巾的主人是谁？看颜色和款式，难不成是哪个妹妹留下的纪念品啊？不是妹妹，这个围巾的主人是我的白月光，他是我最感激、永远不会背弃的人。这个围巾陪着我，代替他陪着我走了很多艰难的时刻。那这位白月光小姐现在在哪儿？现在啊，在这里，在这里。那我能当面跟这位白月光打个招呼吗？谢谢你，白月光小姐。谢谢你，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替我守着他。也谢谢你，把一个胆怯的小男孩变成了今天这样好的人。但是，不好意思了，从今以后，你就得搬走了。于医生说过，人的心里只有一滴血，那是心神安住的地方。这个位子从今天起就是我的，也只能是我的。你时常会孤单，对爱感到遗憾，也常左右为难，不知怎么办。青野，
你真傻，你不是一直在这里吗？你独享这番，心有不甘。被突然遮住的大道观又怎样？还有我拥抱你，成为你的太阳，安慰你的沮丧，治愈你伤。闭嘴！少爷，你怎么进来的？是我让他开的门。于颂，你不觉得该给我个解释吗？请出来说话吧。妈，你这也太让人难堪了。你还知道啊？阿姨好。怎么称呼？做什么工作的？程清野是一名幼教。家里什么情况？啊，你非要现在问吗？我是单亲家庭，我的妈妈是一名国企退休会计。多大了？27。你们怎么认识的？妈，你平时不是没有那么礼貌的人啊。是我去于颂的医馆看病认识的。程小姐身体有什么不适？失眠而已。程小姐，今天好好休息，有什么话我们明天再说。不要打扰程小姐休息，你跟我出来。没事，妈，青野他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我们俩别废话，吵得我头疼。快走，不许再去打扰程小姐。妈，需要我再说第2遍吗？还看？快走！邱管家，你都看见了？看到了，夫人。少爷很紧张那位陈小姐，维护得很。陈小姐虽然紧张，但应答得体，眼神清正。这么多年，带回家的第一个是女孩，还藏得这么严实，至少证明我儿子取向没问题，喜欢的是女孩。那个，我看白天阿姨训你训得太狠了，所以想来看看你。我也是，我怕你多想，就过来看看你。走。建远，我妈她性子比较硬，说话直接，你别介意啊。我爸走得早，他一个人扛起来家业，已经习惯了掌控局面，说一不二。但是，他绝对不是那种不讲事理的人，更不会影响我的选择。我没介意，我反而觉得他是在乎你。阿姨问的那些问题，
只不过是所有家长都会担心的，我能理解。雨松，我喜欢的是你，不管你的身份是中医馆的实习医生还是别的什么，我喜欢的只是雨松这个人而已。我知道。清月，我也是。哦，对了，这个是我自己泡的药酒，安神助眠，暖暖身子。怎么了？看样子睡得不错，现在才醒。程小姐，我刚好要出门，顺路送你回家。谢谢阿姨送我回家。不急，程小姐，我想去你家坐坐，喝杯茶，有些话我想单独和你讲。程小姐，我想去你家坐坐，有些话我想单独和你讲。那我也一起。你去忙你的去吧。阿姨，家里比较简陋，我妈妈可能也还没有准备，怕招待不周，要不咱们改天？不用准备，摆水就行。阿姨，你好，我是吕旭东。我知道您不认识我，但您只需要知道，我脸上这个伤是您家儿子玉颂打的，而这一切全是因为这个女人程青野。吕旭东，你怎么还敢追过来？没想到吧，我一直都跟着呢。玉颂，难道你真就不害怕这个女人这么着急的想要闯进你的被窝里啊？够了，够了！既然大家都来了，那我们就一次性把话说清楚。都跟我上楼。阿姨，您可看清楚了，她就是在我婚礼上当众悔婚，让我们家颜面扫地的女人，这转头就无缝衔接上您儿子了，这难道不是处心积虑吗？啊！您再看看这个家，他一个幼儿园教师，他妈一个退休会计，能有什么家底？哦，对了，他妈还有心脏病，常年吃药啊。他程青野这么着急找下家，不就是想找个金龟婿，好养活他们家一辈子吗？阿姨啊，你可千万不能被他这个清纯可怜的样子给骗了。他哪是什么小白兔啊，他是条城府极深的毒蛇。之前在我面前装的温柔体贴，其实全是算计。他看中的是你们家的钱和势力。李旭东，你闭嘴！说完了。吕旭东，你的指控永远是那一套，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别人，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别人。谁要找人要一辈子？
李旭东，咱们的旧账还没算明白，你还上门来找茬你？程阿姨，您回来的正是时候。我只是在提醒玉颂的妈妈，您女儿潘高枝的真实目的呢。还有您这病，以后花费可不小吧？大姐，您先坐一下。我女儿不是他说的那种孩子。青野，这些年你们过得还好吗？阿姨，我们过得很普通，但也不算差。我的工资够用，我妈妈有退休金和医保，我们都不需要谁来养活。装，接着装啊！阿姨，这话你也信啊？等他真要进了你们家门，下一步就是赶紧怀孩子，巩固地位，分您家产呢。说不定他还会想。程小姐，我不喜欢绕弯子，你告诉我，你想要多少钱？阿姨英明啊，这种人就应该拿钱给他砸个明白。你看，连话都不敢回了。你别喊你个臭嘴！于夫人，我们家虽然不富裕，但是绝没有卖女儿的心思。青野和于颂在一起，是因为这两个孩子真心喜欢。你怎么能听信这个混账的话呢？妈，青野和程阿姨根本就不是他说的那样的人，他们重情义，有骨气。再说，青野和我在一起，从来都不是为了图钱，他一直都以为我是个实习医生。他要是真的图钱的话，根本就不会离开看起来有点臭钱这个混蛋了。你们都拿我当糊涂虫啦！我是想说，如果青野也愿意跟于颂结婚的话，我给你500万当零花钱，你觉得够不够？妈，什么？不是，阿姨，我不明白，您是想用钱买我，还是想羞辱我？都不是。我是在解决一个小问题。我生的儿子，我最了解。他随他爸，重情义，认死理儿，心也实。只要认定了一个人，就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性子。他选择了你，程青野，就是把他的整颗心都捧了出来。真心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求的东西，他有，我看你也有。既然两心相悦的话，那其他的就都不是问题。来，姐，钱在我这里从来都不是问题，能花钱解决的事情那都是小事。如果我能帮程姐解决健康上的小事，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那本来就是我分内该想该做的事情。疯了吧？啊！你们玉家人都疯了吧？500万零花钱，他配吗？他啊！这位先生，你的戏演完了没有？快滚！别逼我使出有钱人的超能力。哎，你刚才说你丈夫姓于，是个中医，你是不是小辣椒？合唱队的小辣椒？程姐，你终于想起我来了，真是你呀！哎呦，天哪！哎呦！这些年你去哪儿了？当年要不是因为你调走了，咱们都就进文工团了。那还不怪你，是你自己结婚早啊！
真没想到这于颂是你的儿子。哎，我怎么想他小的时候长得皱皱巴巴的，可难看了。胡说，我儿子从小帅到大。难不成我们从小就认识啊？青野，你不记得啦？你当年把于颂带回家，给他吃，给他喝，还送给他一条围巾。哦，这小子，他可是对你那条围巾爱不释手啊。所以那条围巾是你送的？青野，我跟你说，他可是把你那条围巾当宝贝，睡觉的时候搂着，出国去哪儿都带着，喜欢的不得了。什么永远的白光？我们出去透口气。去吧，去吧，去吧。真好，又见面了。你现在知道了？你小的时候真的好小一只啊，于颂，那你是不是应该再叫我一声姐姐？不可能，这2个字打死我都不可能说出来。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像小时候一样躲在你身后受你保护的那个弟弟了。哎，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你说远志那个药材抑制，所以我就让你一直吃，吃的你后边吐得哇哇哭。哭了吗？我怎么记得我只是爱上了远志，然后坚定信念要开中医馆的。哦，所以你给你的中医馆取名叫远志堂？对啊。陈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我对你的爱深刻而绵长？你对我的喜欢好像是见色起意啊。才不是呢，我对你那叫一见倾心，你对我呢是处心积虑。一见倾心也好，处心积虑也罢，从我记住你的名字那天起，一直到现在再回到你的身边，都是我生命当中的计划。而这个计划，现在来到了最重要的一步。郑沁，我真的不想再等了，我想娶你，不是因为你是我童年的光，而是因为现在的你真挚、勇敢、善良，是我无时无刻都想要珍惜的你。于松，青远，你愿意吗？青远，你愿意吗？我求完了没？我们可都等急了。成了就出来吧，咱们商量日子。我看呀，下个月就不错。哎，还是得先找先生选个良辰吉日。等一下，你我想换个地方。在我们的故事里，只有我的视角。在那个心碎的下午，我怀着一颗私心走进你的中医馆，遇见了命中注定的你。这是我期待了太久的相遇，每一帧都印在我的脑海里。你看起来有些忧虑，有些拘谨，甚至还很紧张。可能你没注意到，其实我也一样。
我知道你的心脏受了伤，所以我告诉我自己，也给你承诺，我要治好你，让你在委屈时有一个肩膀哭泣，在高兴时有多一个人可以分享。我说，我要帮你找回失了的心神，让你心定，让你安枕无忧。但是似乎我忘了，我原来就是躲在你身后，受你保护的弟弟。而真挚、勇敢、善良，一直常驻你心。阴霾只是暂时经过而已。现在，我握着你的手，看着你的眼睛，确认你已经找回了自己。你在发光，而且越来越闪亮。我想用我的余生都陪伴你，守护你。我想成为你未来的同行者，青言，我喜欢你，我爱你。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你愿意吗？我愿意。还有我拥抱你，成为你的太阳，安慰你的沮丧，治愈你受的伤，安静的陪着你实现你。在那个彷徨的夜晚，我遇见了那个有可能的人，他是我的医生，是我的战友，也是那个会永远为我撑腰的我的爱人。